离笕桥机场还有多远？大约还有10几公里。笕桥机场呼叫曾将军，笕桥机场呼叫曾将军。我是曾可达，报告情况，报告情况。报告曾将军，笕桥机场有一架 C-46运输机，往复绝对禁飞的天后强行起飞，驾机的就是军事法庭要逮捕的飞行1大队大队长老鹰和他的副驾驶。立刻以国防部的名义，严令笕桥机场指挥塔全力阻拦，不得起飞。飞机已经起飞，再报告一次，那架 C-46已经起飞。严令笕桥指挥塔，令其立即返航，立刻返航。机场指挥塔回答：天后太复杂，无法指挥返航。立刻通知笕桥机场宪兵3队，暂缓押解方毛及其飞行大队，解除方毛手铐，原地待命，原地待命。明白。加速。是。杀人灭口。呼叫老鹰，老鹰听到请回答，老鹰听到请回答，听到请回答。塔台呼叫老鹰，雷达继续搜索。是。搜寻什么？谁下达的起飞命令？空军作战部。哪一个作战部？侯俊腾都被抓了，谁还敢下这样的命令？王武官，到，下他的枪。是。打开机场扩音器。是。我是国防部曾可达，现在下达紧急命令：宪兵1队、2队封锁机场所有跑道，不许任何飞机起飞。宪兵3队把方茂敖押到指挥塔来。把方茂敖押到指挥塔。让海把耳机给我。方茂，听清楚了，救了老鹰，军事法庭照样审判。所有空域都搜索了吗？都搜索了，航机消失。西北方向100公里处也搜索了吗？不可能，那是南京禁飞区。南京，借南京卫戍区雷达站搜索南京空域。南京卫戍区雷达站不会接受我们的指令。为什么？为什么？立刻接动卫戍区雷达站，马上！是。通了。南京卫戍区雷达站，我是国防部曾可达，我现在空军笕桥机场，以国防部预备干部局蒋经国局长的名义，命令你们立刻启动雷达，搜索南京空域，发现飞机马上报告。给我接一个人下耳机。是。这里所有人员都要听方毛指挥，引导老鹰返航。是。雷达站，现在是。从东南区域向西南区域呈扇形低空搜索，重点搜索西南方向3两至35度上方空域。是，明白。
西南方向35度，梁大战，接通目标信号，听我指挥返航。雷达站明白。2号，我是1号，收到，回答。老鹰，我是方梦敖，你听着，帮你发财的人，利用你发财的人，现在都救不了你。你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听我指挥你返航。现在把你的飞行和飞机状况报告一下。收到，回答。指挥官，现在塔台是哪个保护站的指挥？老鹰，你给我听着，我是国防部曾可达，现在这里由我指挥。这一次走私倒卖北平民生物资案，你只是从犯，你背后的人现在要杀你灭口。只要你能安全返航，据实指认，天大的事情，蒋经国局长都可以替你解脱。现在你听从方梦敖的命令，立刻返航。将军，我明白，我听你的。但是方梦敖是共党，我还是国军军人。老鹰，你听着，正因为你是国军军人，更应该听我的命令。现在可以指挥你安全返航的只有方梦敖，不要管他是不是共产党，他就是毛泽东，你也要听他的。立刻向他报告你的飞机情况。飞机尾翼遭遇雷击，电路严重受损，左舷发动机已经停车，现在右侧滑现象严重，无法控制方向。云顶高6000米，云量大于10个，飞行高度2200米，随时可能坠机，随时可能坠机，请指示。老鹰，听好了，现在不要管我是不是共产党，也不要管雷雨云里的雷电，你只要记住了，你是能够飞越驼峰的人，没有飞机你飞不过来。先听我讲，保持最低航速，注意右侧发动机动向，向西南方向直飞。10分钟之后，你应该能够看到机场。收到，回答。收到，右方行速正常，可是右侧滑带加大，右侧滑带加大，控制不了方向。将军，老鹰不能在本机上降落。为什么？左发动机停车，右侧滑，飞机在降落的时候很容易偏离跑道，撞毁机库。机库里面可是有3架 C-46的。曾将军，我们虽然混，但我们都是党国的人，而方梦敖可是有共党嫌疑，他是想毁了这几架 C-46。方梦敖，他说的话你听见没有？老鹰，蹬出右舵，同时向右压住操纵杆，右侧滑情况是否减轻？方梦敖，回答我，老鹰能不能正常降落？我不能保证，但他必须在这儿降落。如果他掉到南京市区，你曾将军不可能在军事法庭审我了。报告，右侧滑状态减弱，右侧滑状态减弱。现在报告你的飞行速度。现在是最小机动速度。保持现在速度，将下滑角调整为30度。收到，回答。收到，保持速度。下滑角已经调到了30度。老鹰，看到机场之后马上报告。明白，明白。是否看到机场？收到，回答。看见机场了，看见机场了。着陆方向由南向北，对准跑道，在500米处放下起落架。听到，回答。听到了，飞行高度500米，放下起落架。打开机翼，准备着陆。收到。
引器。是。宪兵1大队听我命令，立刻抓捕空运师所有涉案人员！立刻抓捕空运师所有涉案人员！宪兵2队听我命令，宪兵2队听我命令，立刻押送航校大队登车，准备返回南京，返回南京。方来队长，请慢。不要开枪！你混账！说了不要开枪，为什么开枪？是我必须保护长官的安全。他敢杀我吗？把他带走。是。好好和你们长官学一下吧，他枪里的子弹早就打完了。国民政府中央银行至北平分行方经理步听太监。本日晚9时30分，国府请接美驻华大使斯图雷登秘密召会。据美国政府所获悉之情报，本日发生于北平之事件，允系国民政府北平市民时调配委员会伙同各级政府要员，为其持有股份之公司走私倒卖民生物资所致，皆附有中央银行北平分行详细账目清单。声言，国民政府若不查明回复美国，美国将重新审议并终止一切援华法案。美方何以如此迅速得此匪夷所思之情报？局势将因此发生何等重大之恶果？央行总部何以回复国府？国府又何以回复美国照会？方经理步听当有以教示。央行无谓护电，完了。共产党，美国人的情报是我们北平分行的人有意透露出去的。崔中实，行长的意思是，崔中实是共产党。民事调配委员会那些烂事，美国人怎么会这么快知道的这么清楚啊？详细账目都在咱们北平分行，你我不说，除了崔中实，还有谁会透露出去？行长，宋家那边的棉纱公司，孔家那边的洋瓷公司，他们都各自有一本详细的账目啊。不要往好处想了，叫崔中实立刻来。
崔中实今天下午已经去南京了，明天孟敖就要在南京特别刑事法庭开审了。打电话，叫他停止一切活动，立刻回北平。不救你儿子了。方孟敖的案子，我本就怀疑有共产党的指使。这个时候，让一个共产党去南京救他，那会把他的共党罪名坐实了。立刻打电话去南京，立刻找到崔中实。7月6日夜，国民党北平警备总司令部调集军警，继续抓捕进步学生。北平学联将通缉的学生转移至美属燕京大学附属医院，以燕大副校长何其仓为首的开明教授闻讯前来保护。一边是代表政府的国家机器，一边是代表民意的国家脸面。一旦发生冲突，国家机器便会踏着国家的脸面碾过去。来的时候有没有人告诉你，到底该听谁的命令？有命令，天亮之前必须完成抓捕。方副局长，你们警察局不用执行军令，可我们是中央军，必须执行军令。好，那我就以军令管你。宪兵排长，到，看住他，违抗统一行动，立刻逮捕。是。现在，我以北平警备总司令部的身份，命令你们统一行动。听口令，向后转，退后严守，齐步走。坐，都坐下。崔中实说没说过还要去哪些地方活动？救孟敖是崔副主任和孟伟仔细商量的，这事问孟伟应该知道。找谁？找方孟伟。你谁呀？我是他爹。哟，对不起，方行长，我们方副局长率队出勤了。您也知道，今儿晚上抓共党的暴乱分子，都是统一行动。什么统一行动？谁统一谁的行动？立刻派人找到你们方副局长，叫他立刻回家来见我。是。告诉他，如果他再抓学生，就回来抓我；如果他再杀学生，就回来杀我。不敢。孟伟吗？不错，我就是你的儿子。哦，齐桑兄，你不要着急，慢慢说。我现在正带着警察和军队到医院来抓受伤的学生呢。请问，我今晚还要抓多少人？哎呀，齐桑兄，你现在在哪里啊？我是燕大的副校长，
我还能在这儿，严大附属医院。坐上你的轿车，20分钟内给我赶过来。好，我一定尽快赶到。立即电赴央行总部。我北平分行没有给任何走私倒卖物资走账，愿意接受任何调查。南京方面继续打电话，务必找到崔中石，让他立刻回北平。方副局长，我请求给我们兵团李文司令打电话，他也兼着警备司令部的副总司令。打电话？我告诉你，坐在中间那个何副校长，随时都能给司徒连德大师打电话。你们李文司令能吗？归队。是。何副校长，我们是在执行军令，请您和先生们体谅。孩子，看看你们，再看看里面这些孩子，都是孩子。叫一些孩子来抓另一些孩子，你也来，带他们回去，告诉派你来的那些大人，傅作义也好，陈继承也好，就说我说的，有本事他们自己来，我就在这儿等着。何校长，刚才的电话，司徒雷登大使接到了吗？我何其仓丢人还没有丢到那个份上。把国家搞成这个样子，乱得不行了，厚颜无耻，又去求美国人。我请问这是什么国民政府啊？政府不要脸，可国民还要脸呢。那您告诉我，我现在该怎么办？再等10分钟。你说什么？叫你再等10分钟。等10分钟什么意思？再等10分钟你也听不懂？你是说，李副总统会来？等着吧。再等10分钟，等新的命令。
何副校长也给我个座吧。父亲，你住口！马上给陈继承打电话，让李宗仁来。李宗仁不来，就叫傅作义来，告诉他们，北平分行的行长和国府经济顾问何其仓，全是共产党，让他们最好派架飞机来，立刻把我们押往南京去。齐藏兄，学校的广播几点开啊？5点。昨天打了你，对不起，开慢点吧。副作义总司令有重要讲话。副总司令有重要讲话。现在是戡乱救国时期，国家经济处于暂时的困难阶段。对于市民、学生之困苦，政府感同身受，正在百方筹措，以纾民困。望我北平民众体谅时局之艰难，政府之苦衷，勿再以过激之行动酿流血之惨剧。本人自代表国府命令北平军警立刻停止抓捕学生之行动。7月5日发生之冲突事，各单位带回，将交由南京。你去请假，立刻回来见我。父亲，现在可能请不了假。崔中实是你派去南京活动的吧？立刻回来，回家咱们再说。经国防部预备干部局局长蒋经国紧急提议，国民党南京特种刑事法庭今天开庭审判空军作战部参谋林大为通共间谍案、笕桥航校方梦敖飞行大队通共嫌疑案和空军作战部副部长侯俊堂参与北平民生物资走私案，3案并审，既杀共产党，也杀国民党，借以实现一手坚决反共、一手坚决反腐的战略决策。可就在开庭前，甲级走私的重要人犯突然被杀灭口，杀他的人也同归于尽。作为蒋经国亲自委派的办案人，曾可达深感失职。是不是共产党？扯淡！我说是，也得共产党愿意；我说不是，也得曾可达他们相信。都给我听好了啊！不轰炸开封是我下的命令，杀头、坐牢。跟你们都没关系，除了我，常武的婚礼你们都能参加。拿着，拿着。
我给陈长武唱首歌，就当是提前参加他婚礼。来，捧上，捧上，把大举多点。浮云散，明月照人来。团圆美满，今朝醉。情结池塘，鸳鸯戏水。空山虽开，一你对傅作义今天早晨的讲话有何理解？傅作义将军的讲话我没听见。聂完给央行的电文一直在给南京打电话，崔中实还是没联系上。傅作义的声明全是同情学生的话。美国人的照会昨天晚上肯定也发给他了。学生是不能抓了，戒严依然没有解除。等吧，等南京方面少的、老的那几派踹穿了被窝，民事调配委员会参与走私的军政各界，总有几张屁股要露出来。这被窝迟早会被踹穿的。只要我们穿上裤子就不怕。你不怕，我怕。崔中实管的民事调配委员会的这本烂账，你最近看了没有？行长不是嘱咐过吗？账本只让崔副主任一个人保管。失策呀！空军那边我花了多少心思，不让他再驾飞机打仗。安排到航校任教，就是怕他被共产党看上。你想想，这3年，都是谁打着调解我们父子关系的幌子去跟孟敖联系？那个逆子胆子是大，可胆子再大，也不至于公开违抗军令，命令整个飞行大队不炸共军。如果不是共产党的指使，他自己不会这么干。父亲，姑父，共产党嫌疑的大案，你居然隐瞒着我。打着我的旗号在背后活动，国民党党员通讯局，原名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系国民党中央党部领导人陈果夫、陈立夫直接控制的全国性特务机构。崔中实所来活动的全国党员联络处，原名政治处，则是党通局核心要害部门。主任，崔先生到了。进来。这个不犯纪律，文化人的事儿，孙秘书该不会见外了？也是犯纪律。好意我心领了，不用太客气。难得，
我一定跟你们主任说，感谢他培养了这么好的人才。谢谢你。请。中央银行和财政部的人，你都见到了？见到了。他们都说有主任在，一切都没有问题。我什么时候有这么大的本事了？小崔啊，我这句话呢，要分2层意思跟你讲。你呢，得理解了，然后电话转告你们老板。这里面装的什么？我们行长说了，里面的东西不是送给主任的，主任也绝不会要。可为救我们大少爷，主任调了那么多人帮忙出力做调查，局里又没有这笔经费，出勤的车马费，我们总该出的。你还是没有告诉我呀？里面装的是什么？为了稳妥，昨天我到南京花旗银行现提的，也就10万。今天上海交易所的比价，1元兑换法币1200万。你大哥虽然不认我这个父亲，可外面的人都知道他是我的儿子。大哥不会是共产党的。大哥的性格您知道，我也知道，从来都是自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共产党不会要他那样的人的。哪个共产党告诉你不要他这样的人呢？既然您过问了，儿子就全告诉您。南京那边托的是中统的徐主任，沈大哥的案子，中统那边就是徐主任负责。他已经把大哥最近这些年所有的情况都调查了一遍，没有任何通共嫌疑。崔中实几次去南京救你大哥，是你主动托的他，还是他主动找的你给你出主意？慢慢想，想清楚了再告诉我。如果是在今天以前啊，这箱东西啊，我一定会替弟兄们收下。但是今天我不能要了，所以我想问你一句话，你得如实告诉我。主任您问，只要我知道的，一定如实相告。北平民时调配委员会走私倒卖民生物资的事，跟你们行长有没有牵连？您说的是哪方面的牵连？有哪方面的牵连就说哪方面的牵连，这对今天下午开庭救你们家大少爷可至关重要。主任是通人，民时调配委员会的账肯定是要在我们北平分行走，背后牵涉到宋家的棉纱公司、孔家的洋子公司，我们行长也不能不帮他们走账。但有一点我可向主任保证，走私倒卖民生物资的钱，我们北平分行包括我们行长本人没有在里面拿1分1厘。
是不是昨天北平学潮的事儿，给救我们大少爷添了新的难处？你不瞒我，就算是犯纪律，我也得给你透点风啊。今天下午开庭，你们家大少爷的案子和空军走私案并案了。北平民事调配委员会的那些人太不像话，前方那么吃紧，他们还敢在后方这么紧吃，将作战的飞机调去走私民生物资。哼！昨天北平这么一闹，连美国都发照会了。接班的那位趁机插手了。共产党搞策反，都是如何发展党员，如何联系？多数都是单线。要是你大哥是共产党，发展他的单线又是我身边的人，那中统方面能查得出来吗？爹，你怀疑崔副主任是共产党？如果你要是忘了，就回去查查你在中统方面的手册，上面有没有一条写着“共产党，尤其是周恩来，最善于下贤棋，烧冷灶”。爹，您的意思是，崔副主任是共产党下在您身边的一招贤棋，而大哥是崔副主任烧的冷灶？我怀疑自有我怀疑的道理。现在是宁可信其有，不能信其无。要真是这样，就先切断崔中石跟大哥的联系，我们另想办法救他。我这就给南京徐主任打电话，叫他不要再念崔中石了。不要再打电话了。崔中石是不是共产党？这个时候只能我、你还有你姑父3个人知道。任何一个人知道，都会成为要挟我们的把柄。原定由我们中统调查审理你们家大少爷的案子，现在改由国防部预备干部局来接手。他们主诉，我们倒变成了配合。一件空军贪腐案，一件你们家大少爷的涉嫌通共案，2件案子，直接间接跟你们行长有牵连。你说说，这个忙我怎么帮啊？主任，来，主任，如果不是到这个节骨眼上，有些话我永远都不会说出来，只会接下来替主任去做。但是现在，我必须要跟主任说了。主任知不知道，空军作战部的那个侯俊堂，在民时调配委员会挂钩的几家公司里面，有多少股份？这件事，无论法庭怎么审，
也审不出来，因为这些股份都是记在一些不相干的人的名下，枪毙了，侯俊堂也不敢说出来。假如法庭判了侯俊堂死刑，那这些份子该归谁？我们行长为的是自己的儿子。主任，您干了半辈子，也应该为子女们去想一想了。您的家眷已经去了台北，听说尊夫人带着4个孩子，还住着2间民房。往后总要给他们一个住处，还有4个孩子，总不能辍学吧？他们那些人捞的钱，可是子孙5辈子都花不完呐。主任信得过我和我们行长，就当我刚才说的话从来没有听到过。事情我们去做，2个字，稳妥。你真不该跟我说这些。如果下午开庭，侯俊堂被判了死刑，我倒真变成无私也有私了。就算是杀了侯俊堂，也未必能救得出你们家大少爷。单就一条战场违抗军令这个罪名，铁血救国会的那个曾可达不会放过他。就违抗军令这条罪名不能成立。我们大少爷是笕桥航校的教官，一直只有教学的任务，没有作战的任务。尤其这一次，空军作战部下达的轰炸任务是给空一师1大队和2大队的，只是因为侯俊堂把这2个大队调去空运走私物资了，才逼着我们大少爷带着航校的毕业实习生去轰炸开封。这本就是乱命。主任只要抓住这一条，我们大少爷违抗军令的罪名便自然不能成立。离开庭还有不到1个小时了，曾可达从杭州带的人也该到了。我要准备出庭了，一切拜托主任。下雨了，
雨一直在下，鬼天气。去法庭。619涉嫌通共案，75空军走私案，现在开庭，带被告人上庭。徐主任，你的当事人如此藐视法庭，你作为辩护人对此有何辩护？本陪审兼辩护提醒当事人，应以戒慎之态度接受庭审。被告人，本庭将依照一切法律程序对你进行审理，请尊重法庭。是。带被告人林大为、侯俊堂上庭。报告法庭，我抗议。可以陈述。本人是国军现任中将，空军作战部副部长，国防部预备干部局指控我走私一案，毫无证据，纯属诬陷。今天将我和共党同堂审讯，这不只是对我本人，也是对党国的侮辱。我本人强烈抗议。公诉官回答被告人的陈述。好。侯俊堂，今天的特种刑事法庭，既杀共产党的谍匪，也杀走私贪腐的国民党。这是中央军事委员会和中央党部联席会议做的决定，你清楚了吗？你认为国防部预备干部局指控你走私一案是诬指是吗？侯副部长，你杀了那几个替你们执行走私任务的空军军官，就没有人可以指证你走私民生物资了吗？你以为灭了他们的口，
党国就治不了你的罪了吗？那你就太小看国防部和党通局了。你说的这些，跟我概无关系。你不配带这个青天白日。你现在回答我，以作战部的名义私调国军飞机，走私民生物资，致使昨天北平发生大规模学潮，这与你无关吗？619，空军作战部的规定是，由空一师1大队、2大队轰炸开封，是谁擅改命令，命航校的共产党不轰炸开封，致使开封战役失利，这也与你无关吗？还有，这个共党谍匪林大为，他是在国军哪个部门任职？是谁的部下？这都与你无关吗？今天一件是特大贪腐案，一件是通共情报案，一件是通共违抗军令案，件件与你有关，哪一件都可以毙了你这个党国的败类，你还有脸抗议？庭上，我要陈述，公诉人不宜在法庭用此等方式质询被告人，请将枪支呈交法庭暂管。准许被告陈述。共党谍匪林大为，他在空军作战部已经供职6年了，而我本人是去年才调任空军作战部任副部长的。公诉人将他与本人牵连，纯系诬陷。本人恳请法庭调查。619开封战役，调笕桥航校方茂敖10系大队执行轰炸任务。通讯局联络处可以查我的手命。公诉人竟诬指本人命方茂敖不轰炸开封，也恳请法庭查清。同意被告人陈述，陪审人兼辩护人出示有关案卷。是。查。国军空军作战部作战参谋林大为，自民国27年，隐瞒其共党身份，报考国军空军航校，毕业以后在国军服役1年。民国31年，由国防部保送美国深造，民国32年回国，后混入空军作战部，任作战参谋。自民国35年，国共交战，该犯利用作战部作战参谋之特殊的身份，23次向共党延安、东北共军、华东共军发送国军秘密情报。该期间，林犯大为均系个人作案，当与作战部副部长侯俊堂无关。反对。庭上，徐主任刚才说此案当与作战部副部长侯俊堂无关，这个“当”字显系推测。本公诉人要求调查方向法庭做明确表述。反对有效，调查方应做明确表述。本人实在是再没有更明确的表述了。经过详细的调查，并没有证据表明侯俊堂知道林大为系共党匪谍。如果因为林大为系侯俊堂所管之下级，便认定他有包容共党匪谍罪名，那空军作战部6年以来历届正副部长皆应起诉。公诉方对此表述是否认可？当然只有认可。接下来，徐主任是不是还要出具调查材料，证明侯俊堂与619方孟敖违抗军令案无关，证明侯俊堂与北平市民时调配委员会走私倒卖民生物资案也无关呢？庭上，
为了使本陪审兼辩护人所出具材料之公正可信，本人申请先出具一份与本人更与本案至关重要的证据。同意，可以出示证据。大少爷住进医院了吗？是的，老板。下午2点进的医院。徐大夫愿意去会诊吗？礼金收了没有？都收了，应该会尽力的。老板，请放心。大少爷的病很复杂，还可能引起很多并发症。等会诊结果吧。还有，听声音你也伤风感冒了，不要去探视大少爷了，以免交叉感染。我感觉身体还好，应该不会有伤风感冒吧？等你感觉到就已经晚了。家里那么多事，都少不了你。你的身体同样重要。还是大少爷的病情重要。这里除了我，别人也帮不上忙啊。相信家里，除了你，上面还有人帮忙。5点前你哪里也不要去，5点整还来这里，等我电话。我抗议！这是这头这尾的诬陷，是他们勾结好了对国军空军的诬陷。我本人从来没有送过什么钱给徐铁英。徐铁英，方家到底给了你多少好处？为了给方某开罪，你竟这样的害我！庭上，侯俊堂。你刚才说徐主任陈塘出具的10万汇金，是他们勾结好了对你的诬陷。你能不能说清楚，这个他们指的是谁？为什么他们要勾结诬陷你？方茂是共党，谁能在这个时候拿出10万美金给徐主任来栽我的赃？我恳请法官大人，还有公诉人，调查徐铁英。被告人的请求，本公诉人希望庭上予以考虑。你是黄埔4期的老人了，啊？后来又被送到德国空军深造。总统党国对你的栽培不为不深吧？当此党国多难之秋，用人之际，不只是总统和军队想保你，连我这个在党国工作多年的人，又何尝不是想保你呢？唉，是你自己，你自己走得太远了，为了钱，为了你的1大3小的几个女人，还有那些女人替你所生的那一大群儿子女儿，你居然连自己是21年党龄的国民党党员，你都忘得一干二净。我在党部工作多年，我有个问题想问你：
党字怎么写？你不用回答我，告诉你，党字的底下是个黑字，可党的头上还有3把刀。谁要敢黑，那3把刀就绝不会饶你。我再问你，6月22日运送走私物资去香港，在岭南坠毁的那架 C-46，是你私自调用的吧？你不用回答，你的亲笔调令就在那里，他可以替你作证。619开封战役，前2天是空1师、空2师的编制大队执行轰炸，可到了6月22日，原定执行轰炸任务的空1师1大队、2大队，又被你调去干什么去了？2大队的队长坠机死了，1大队的队长今天早晨被人杀人灭口了。可是你别忘了，身在中央党部的党员通讯局，我现在拥有大量的调查证据。我知道公诉人想问什么，我现在就可以回答侯俊堂所说10万美金诬陷的问题。请法庭允许播放这段录音。国防部预备干部局那些新进，这次是要向我们这些老人开刀了，把我们这些老的都赶尽杀绝了，他们也好接班嘛。这点东西不是给徐主任的，徐主任也绝不会要。那么多弟兄为我们办案，局里也没有这笔经费开支，就算空军方面给弟兄们的一点出勤费和车马费吧。侯部长还是没有告诉我，这里边装的是什么东西。法币今天的币值已经是1200万比1了，这些都是花旗银行现提的，一次也就只能提10万。哪些地方还需要打点？案子办好以后，兄弟一定想办法再补上。徐主任，这录音似乎还没放完啊，是后头没有话了呢，还是给抹了呢？要说缺钱，谁都缺钱。要说困难，党国现在最困难。有这些钱，真的应该用在前方与共军打仗上去。侯部长真觉得自己以前错了，亡羊补牢，犹未为晚。国军打仗要花钱，中央党部那么重大的工作也要花钱。我侯俊堂也是21年党龄的国民党员了，这10万美金。就算我交的党费，这总行吧？侯部长就不怕我把你这个党费真的交到中央党部去？徐主任交到哪儿去？侯某人都认了。当前是戡乱救国时期，根据特种刑事法庭陆海空军法律条令第5款第9条，侯敬堂犯利用国家军队倒卖走私国家物资罪，因私擅改军令，导致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罪，证据确凿，应判死刑立即执行。林大为犯敌军间谍罪，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罪，
证据确凿，应判死刑，立即执行。请法庭依法判决。反对。陪审员好像是忘了，你还是他们的辩护人。按照法庭程序，你就一句也不为他们辩护吗？根据特种刑事法庭辩护人条例，罪犯涉嫌国家安全罪名成立，辩护人可以放弃辩护权。庭上，本人申请放弃辩护权。辩护人可以放弃辩护权。那空军笕桥航校方梦敖及其飞行大队违抗军令涉嫌通共案，徐主任，你是否也要放弃辩护权？庭上，本人及其实习飞行大队不需要什么辩护人，我做的事我自己会向法庭说清楚。方梦敖，你背后那么多人下了那么大功夫为你活动，你就一点都不领他们的情吗？反对。公诉人的言辞已涉嫌污蔑，请法庭责令公诉人明确表述。公诉人刚才所说有无证据？杀了侯俊堂，尤其是杀了林大为，证据自然就没了。公诉人，你的意思是不是说侯俊堂、林大为、方梦敖违抗军令，涉嫌通共，有证据链接？回庭上，今天是3案并案审判，这是中央军事委员会和中央党部联席会议昨天晚上做的决定。作为党部的代表，徐主任好像是忘记了这一点。方梦敖及其飞行大队违抗军令，涉嫌通共案，尚未进入法庭审理程序，为什么就急着要求法庭将侯俊堂、林大为2案结审？方梦敖率领飞行大队违抗军令，涉嫌通共不轰炸开封，既不是侯俊堂下的指令，那么是谁下的指令？除了共产党，还有谁会下这样的指令？徐主任，空军作战部直接负责传达指令的，就是共党谍匪林大为。难道你就不想问清楚，林大为有没有暗中给方梦敖下达不轰炸开封的指令？公诉人的提问，陪审方兼辩护方应作出正面回答。我只能根据调查的证据回答。从6月23日至7月5日，本人代表全国党员通讯局，并联系了保密局，还有空军的有关部门，查阅了大量的档案资料，并没有发现方梦敖与共党有任何联系，更没有发现方梦敖与林大为有任何接触。如果公诉人怀疑方梦敖与林大为系共党同党，现在可以进行当面质询。同意。被告人林大为起立，接受公诉人质询。谈主义，各为其主，我理解你。我不跟你谈主义，我就跟你谈做人。林大为，你既然信奉了共产党，那你就应该在共产党那儿领薪水，养自己，养家人。你怎么能一边接受党国的栽培，享受着党国提供的生活保障和医疗保障，一边为并没给过你1分钱薪水的共产党干事呢？端党国的碗，砸党国的锅。林大为，这样做人，你的内心就从来没有感到愧疚过吗？既然你不给我谈主意，我也不给你谈主意。国民党和共产党，谁的主意是真理？
历史很快会做出结论。你说是国民党给了我生活保障，请问国民党的生活保障是哪儿来的？你无非是要说识君之路忠君之事的那些封建伦理。不要忘记，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在辛亥革命时就被推翻。孙中山先生说过自己是军人，说过大家拿的俸禄都是他给的。你的问题我现在就回答你，你们包括你们的蒋总统的俸禄都是人民给的。你这是在回避我的质问。没有政府哪儿来的人民啊？你的哪一分钱是哪一个人民亲手交给你的？啊？每一分钱都是通过政府从人民那儿拿来的。可你们的现行政府从人民那儿拿来的钱，又为人民想过什么，做过什么？侯俊堂就站在这儿，难得你们今天也知道要审问他了。可还有千千万万的侯俊堂，你们还会去审吗？这句话你问得好，我希望你活着。你只有活着，就能看到我们是怎么把一个一个侯俊堂抓出来受审的。林大伟，陆海空军条例有一个特赦条例，凡我国军人员通共者，只要能幡然悔悟，自首反正，可行特赦。你只要自首反正，我们可以立刻让你和你的家人到国外去，一切生活政府提供保障。你们的调查实在是太不认真了。我林大为曾经有过一个妻子，早在10年前就被军统杀了。这10年我也没结过婚，哪来的家人？至于我个人，这次我受了刑，怕我死去，中统方面给我做了治疗和检查，去问问你们徐主任，他会告诉你，像我这样一个人还值不值得你们送到国外去，接受你们的安排。根据7月2日空军第1医院之病理诊断，林范大为患有多种疾病。第一，患有12指肠溃疡，并有糜烂性胃炎，病史5年。第二，患有严重的神经官能症，并导致严重的忧郁症，失眠史3年。3，经过透视检查，肺部有大面积的阴影，怀疑是肺结核晚期。判断，该病人的生命期3到6个月。因此，你连共党地下工作条例都全然不顾，直接使用空军作战部的电台向华野共军发送秘密情报。临死你还拉上这个被你们发展的无知党员方梦敖，公然违抗军令，不向共军投放1颗炸弹，坐视国军大批伤亡。回答我，是不是？好，方梦敖，
敢做敢当，有什么就承认什么，说吧。方梦敖，对你刚才的行为做出解释。报告庭上，坐久了就想站下。公诉人，让被告人林大为回答你刚才的质询吧。我之前说过，自己也不是那么高尚。一，自知生命不长，因此铤而走险，违背了我党的地下工作的保密规定，公开发报，因而暴露。这2天我也在想，如果我还能好好活着，还会去冒这个险吗？未必。由此可见，我也是个有私心的人。2，我就是再有私心，也绝不会因为自己生命不长了，还拉着别人一块儿去死。无论是自己的同志，还是空军作战部共过事的那些人。在进入你们内部之前，我曾随我党周恩来副主席工作，他对我们有明确的规定。除了完成组织的任务，绝不允许犯任何违背道德和有损形象的事情。这一条是顺便回答你关于我党和我个人做人的问题。佩服吗？我也佩服他，但是我不佩服你。想知道为什么吗？不想知道。你必须知道。率领一个飞行大队，奉命轰炸共匪，所有的炸弹你一颗未投，全部带了回来，替共产党做事，反倒让国民党的人救你。你现在还说不想知道吗？想知道，说吧。就是因为你有一个当中央银行北平分行行长的父亲。庭上，我要求公诉人退回席上去。你说什么？请法庭接受我的要求。说明要求的理由。我的档案就放在他席上，我请公诉人回去好好看看。我档案上写得很清楚，母亲亡故，父亲空白，我根本没有什么当行长的父亲。可笑！我告诉你，从6月23号到今天，你父亲在北平分行的副手崔忠实4次飞抵南京，中央银行、财政部，甚至是调查你这个案子的党通局，他都去了。就在1个小时前，崔副主任还拜见过我们的徐主任。徐主任，就这一点，你不会否认吧？陪审人兼辩护人回答公诉人的问话。是。
中央银行北平分行金库副主任崔中实，今天中午1点，确实来过我的办公室。来碗汤圆吗？要等一下啊。事关保密条例，我只能说到这里。北平昨天发生的事件，本人代表全国党员通讯局，不但今天要传问崔中实，还将继续调查北平民事调配委员会所有的有关人员。崔中实见我和方梦敖一案毫无关系。好吧，方梦敖。既然徐主任说了，你家里并没有为了救你而活动，你也不认你有一个当行长的父亲，当然，你也不会承认你共党的身份。但是，我要提醒你注意，619案如果是受共党指使，那追究的就是你个人；如果不是受共党指使，那你的行为就牵连你飞行大队所有人员。根据陆海空军刑法，方梦敖及其飞行大队属于集体违抗军令罪、危害国家安全罪，所有人犯都应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庭上，本公诉人请求命方梦敖代表其飞行大队做最后陈述。被告人方梦敖愿否做最后的陈述？没什么最后陈述，我就是共产党。是特种刑事法庭，就是我。请讲。请稍等，我做详细笔录。记录完毕。是。加快审讯，今天下午6点前结束审判。622方梦敖及其实习飞行大队不轰炸开封一案的调查案卷，党员通信局是否调查完毕？
回庭上，已经调查完毕。方孟敖是不是共产党？经你们调查，能否做出明确结论？回庭上。经过详细的调查，方孟敖自民国27年加入国军空军服役，民国35年转入检校航校任教至今，从没有与共产党有过任何接触，完全可以做出明确的结论。反对，反对无效。被告人方孟敖身为国军现役军人，率航校实习飞行大队622轰炸开封共军，为何一弹不投，原路返回？现在做最后的陈述。不关你们的事，通通坐下。庭上，622不轰炸开封的案子，原来是由国民党党员通讯局审理。我有2件重要的证据在通讯局徐主任手中，请法庭提取。哪2件证据？照片。这是6月22日拍摄的航拍照片，请法官、公诉人、陪审人共同验看。同意被告人的请求，陪审人、公诉人共同验看。被告人，你呈堂的这几张照片，试图说明什么问题？民国27年6月5日，日本侵略军出动飞机23架次，对我开封实施无差别轰炸，炸死炸伤我中国同胞1000余人，开封城百姓房屋毁于弹火，一片焦土，数10万同胞流离失所，无家可归。请法官再看一下照片中的铁塔。那是建于宋仁宗时期的古塔，当日遭日军炸弹轰击62发，塔身中部损毁10余丈。抗战胜利才3年，竟然是我们国军的空军作战指挥部下达了和日本侵略军同样的命令，名曰轰炸共军，实则是联合国都明令禁止的无差别轰炸。我想问一下，是谁下的命令？我们不轰炸自己的百姓，不轰炸自己的城市，反倒成了危害国家安全罪。请问公诉人，陆海空军刑法哪一条能定我们危害国家安全罪？请你现在就回答。被告人第2份证据。1937年8月13日，日本空军轰炸我上海。我母亲、我妹妹于同日遇难。这就是6月22日，我下令大队不轰炸开封的原因。你们可以定我任何罪，但绝对不能判我身后的任何一个飞行员有罪。他们都是中国的儿子，他们不轰炸自己的父老同胞，没有任何罪。陈述完毕。
中华民国特种刑事法庭622方孟敖违抗军令案，共党林范大伟间谍危害国家安全罪案，侯范俊堂特大走私贪腐案，现在宣判，全体肃立。此判决林范大伟死刑，立即执行枪决；此判决侯范俊堂死刑，立即执行枪决；此判决方孟敖及其实习飞行大队即日解除现役军职，集体发交国防部预备干部局另行处置。执行。反对！我坚决反对！法庭作出如此判决，险系枉法，我代表国防部坚决反对。让他看看。是。今日之判决是我的意见，请转告郑克达同志，希望他不要反对。蒋经国。亲爱的同志们，你们都是我一直最信任、最肯干、最忠于领袖和三民主义伟大事业的骨干。这次存亡决须的关头，生死搏斗的时刻，我希望大家成为孤城一致，忠于领袖，不成功便承认，至死不渝。当前国民党内部严重腐化，共产党日益恶化，我们面临一次革命两面作战，既要反对国民党的腐化，又要反对共产党的恶化，两大革命必须比其功于一役。报告剑锋同志，曾可达同志到了。曾可达同志吗？是我，剑锋同志。对方某及其大队的判决不理解吧？我能理解，剑锋同志。是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还是真正理解了？报告剑锋同志。有些理解，有些不能理解。讲讲哪些不理解？是，应不应该轰炸开封是一回事，方孟敖率队违抗军令不轰炸开封是另外一个性质。什么性质？至少有倾向共产党的性质。还有哪些不理解？中统的徐铁英显然是受到了方步亭的影响，他们在背后一定有交易。还有吗？涉嫌通共的案子，又掺入了腐败的背景，这都是我们要坚决打击的。还有吗？报告剑锋同志，暂时没有了。还是要相信党统局和保密局。如果真调查出他是共产党，因为收了他的钱说他不是共产党，徐铁英不会干这样的事。
党统局和保密局也没有人敢干这样的事。当然了，经过调查，他并不是共产党。徐铁英还有好多人就会收他家的钱，但这些都和方梦敖本人没有关系。钱锋同志，会不会有这种情况？方梦敖确实是共产党发展的特别党员，只是共党有意长时间不和他联系，不给他交任务，是要让他等到最要紧的关头，命他驾机叛飞。当然，这只是我的直觉，也是我的担心。任何直觉都能找到产生这个直觉的原点。你这个直觉的原点是什么？报告建锋同志，我这个直觉的原点，就是方不停身边的那个副手，央行北平金库的副主任崔忠实。因为近3年来，外界和方梦敖有直接联系的，就只有他一个人。3年多，他一直借修好方家父子的关系为名，和方梦敖往来，可方家父子的关系并没有缓和。崔忠实倒是和方梦敖成了好朋友，这一点很像是共产党敌工部的做法。我建议对崔忠实的真实背景彻底调查。